然后我想着今天说那个，看看我弹幕啊，看，下划线 ch 说 dog，我想着说啊，我们播那个怪猎吧，播2天。我说我就不带手柄了，带东西太多了。然后结果怪猎昨天发现更新的东西好少，我靠！我说今天播环儿吧，然后等我刚才打直播前会，哎我操，我没带手柄，键鼠不会玩。今天就接着玩我们的无罪之证啊，接着玩我们的无罪之证啊，PK 开一下。OK，开始我们的无罪之证，我把 BGM 调大一点。捕获了吧？哎，没有吗？一战弹幕，嗯、应该是有的吧。OK，有了，继续啊，继续。忘记之前玩到哪里了。之前只是说接下，我们之前是要干嘛来着？日志回放。生化实验室，还有独立的办公室也值得一查。走的太急，忘记来一下平时待在什么地方了。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吗？调查室也留意一下。OK， 组装车间。等一下，咱们的应该是去电梯吧？那个，对，去电梯去2层。然后生化实验室。OK， 电梯，Let's go。这个房间没有桌椅，没有床，生活在这人应该很辛苦吧？原来这里是电梯吗？欢迎跳的豪赏进入直播间。欢迎跳的豪赏，晚上好，晚上好。但这个房子有2扇门，所以是没有认出来。啊，就这种两边开的呗。跳的豪赏说，一天到晚瑟瑟不搞瑟瑟。那怎么了？你有意见？跳的豪赏说，你要搞什么？这不是正坐着呢吗？这不慢吗？这不慢吗？豪赏说，啊，你去快手啊！你去快手。我问你，你去快手啊！你去快手，去快手就能看了。你看我给你发链接，你都不看的。跳的豪赏说，手推车是不可能通过楼梯的，你就去看快手，你就有了。跳的豪赏说，被这电梯运送过，搞不好还有什么痕迹留下，一定要调查。你去快手，我跟你说了去快手，你这对不对？你不去快手关我什么事儿？这是把老鼠吗？有老鼠，有老鼠。跳的豪赏说，这只老鼠好可爱，可它为什么一动不动？教育一下了。你们这是让你去快手了，你非得那啥，对不对？我都发群里了，你不看那这是你的问题，也不是脚是轮子。关了。跳的豪赏说，那我看。难道你已经养了一只茶壶的老鼠？你这不对呀、我让你去快手吗？那快手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我这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有些视频就没了。过了这村没这店了，虽然不能给红叶玩，但所以这里收起来也没有问题。最后还是拿走了是吧？之前说是研究所的东西不能拿，现在还给拿走了是吧？电话啊，这有个电话的听筒。电话上好像有个按钮，没有拨号键盘呢。看来这是个应急电话，大部分电梯都会配备这样的东西，应该是为了方便电梯内部的人向外求救吧。哎呦我去！
没有人接，可能负责接听人不在了。不是，这个都成案发现场了，还有人搁这儿看电梯吗？应该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二层走廊，我们先从二层，一层一层查。二楼的东侧走廊比想象中的要狭窄不少。前面的2个房间都是做什么用的呢？右边写了这个生化实验室，这就是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吧？咱们一会儿可得仔细调查调查。左边的房间上锁了呢，门牌上写闲置。大概只见空屋子吧。哎 ，flag 啊，没准这里边有东西啊。先去生化实验室啊，先去案发现场看一看。东西都搬走了。哎，咱那个最开始那个照片呢？在这儿。哎，这个地方被抹过了。哦，就被红叶挡住了。上吊死的东西现在该怎么摆呢？我居然没有想过这个。确实啊，想不到做警察挺辛苦的呢。话说那个用来运尸体的手推车去哪里？目前还只看到过照片。好，速速进行一个搜查。哦耶，太好了，他对这屏幕上的东西不感兴趣。高中毕业后没见过了，现在还真是怀念。东西姐姐在那个高中的地方是用这个杯子喝水的吗？电线吗？电线的内心是黑色的，似乎不是普通的铜线。这个实验室里没有任何接导线的地方，这几节电线是做什么的呢？不过还是先集中精力调查吧。OK。每回他那个声音音效声音都过大。这个挂画的风格相当前卫，大概属于抽象派的画作吧。欢迎尾声我飞兽，晚上好，晚上好。如果姐姐在的话，她应该会滔滔不绝的给我解析一遍，不过我没这艺术细胞。是航天员吧？手里好像握着把刀。发生在宇宙的谋杀案。尾声 official 说赞，点赞点赞点赞。本来想说今天玩怪猎的，结果卡普空更新的东西太少了，然后我说那就玩吧。突然想起来我在外地，然后当时想着就播怪猎了，就不带手柄。结果法环也播不了，不会拿键鼠玩法环，就只能播这个了。尾声 official 说加载中啊，卡了吗？卡了吗？没有吧，还好吧。我看我自己还好。啊，直接血迹啊！可不是个普通上料能留下的。这血迹的形状有点奇特呢，好像是被擦过一样。确实如此，有点不对劲。如果想把血迹扫除干净的话，应该擦得更彻底一点。擦成这个样子算什么鬼？是一直在流血吗？红叶茶壶破了个小洞，走的时候它就会一直不断的漏水。可咱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血，确实在这个地方有，不是很奇怪吗？啊，真不愧是红叶，似乎找到了勇气的线索。虽然被找到的时候，一只手从手推车上垂了下来，是尸体姿势发生变化才导致血液流到地面上的吗？运送尸体的人根本没有必要说让摆出这个姿势吧？不应该说运送尸体这件事本身就是没有必要的。欢迎我是真是怎么越调查越搞不明了。欢迎123次元人，晚上好，晚上好。本来说要播怪猎的，然后结果怪猎昨天呢播完了，更新的内容没有了啊！我说播环吧，发现没有带手柄，咱们就只能播这个了。感谢123次元人点赞。研究所不是研究机器人的吗？储备这么多药品做什么？就和明天的直播兑换一下，明天咱们还啊，明天咱们发环，说不定里面是一些专门给机器人治病的东西。再看感冒再见，为你好。
觉得应该拉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吧。哦，仿生用标本，大概这里放着制作仿生机器人的材料吧。这袋没留下什么可疑的痕迹，应该和案子没什么关系。这令人不舒服的颜色和模样，真不想再多看一眼。看这房间能收集到的情报已经收集全了，你再待一会儿也没有问题。我们该差不多去下一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啊！去3层啊！去3层。嗯，暖壶里又没有热水了。有人物出现了，从楼道的另一端房间里走了出来。谁在那边啊？是青樱吗？你们是？哦，难得在这个研究所遇到一个打扮正常的家伙，感觉他也不正常啊。那个，您好，我叫雷冬雪，是一名律师。这位爷爷好，我是冬雪姐姐的助理茶红叶。尾声 official 说，大大的声色有点厚重。这个配音演员可能都是比较一般的啊。因为感觉制作组没什么钱，不会请那种很有名的配音演员。我总感觉就是一个配音演员多个复用，你知道吗？虽然我没有证据。原来如此啊！我是本研究所的副所长黄世臣。哦，副所长。原来您就是传说中的副所长。您好，您好。你好。请问你对所长挂了这件事儿怎么看？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啊。您太客气了。刚才看到您从走廊西侧的房间里走出来，看来您就是那间办公室的主人了。怎么了？确切的说，我只是这间办公室的使用者。哎，这做科研就严谨啊。这间办公室欢迎那只刺猬，晚上好，晚上好。都属于国有资产。说的也是。所里出了这样的事，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两位还有事吗？那个，可能还要打搅您几分钟，问几个问题。具体是几分钟？这个我也说不好，我会尽快的。沟通一下，聊聊自己啊。您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什么呢？做研究、写报告，打理所长一些无暇顾及的琐事，例如考评绩效、制定项目计划、审核预算和组织所内活动。所长最新于科研管理事务交由我过问，合情合理。两位前来研究所可是为了调查所长一案，被您说中了啊！我就是蓝妙诗小姐辩护律师。研究所位置偏僻，二位不辞辛劳啊，为小兰洗脱罪名，请容我代表本所致以谢意。既然黄副所长您的办公室在此，您平时在2层活动吗？可否准确定一下平时？这位爷爷，我们是想问您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都在这间办公室里？在美留学3年，我的中文水平就退化到连刚离开山村的红叶都不如了。话说回来，这个副所长是不是案件的知情者？你该问问他。注意点还需要能讲讲案发当日的行动吗？案发当日一早我与所长商量了关于研究所开放日的相关事宜。午饭后一直在办公室工作，中间经历了短暂的茶歇，但并未出屋。我们事务所要向茶艺社转型，直到下午4时，研究所出现了短暂停电。不过我并没有在意，便继续工作，直到窗外警笛声响起，才知道发生了事件，停电。是的，感谢尾声赠送的一个粉丝团灯牌。研究所建成年代比较早，过去的设计攻略和如今生产需求早已不匹配。近日来，本研究所又屡有突破，用电负荷极大，电压不稳，导致停电是常事。但昨天下午突发的雷雨可能是停电的诱因。感谢尾声赠送的开心鸭，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收到来自尾声 official 的一个开心鸭。开心鸭多少钱一个啊？开心鸭也是一个1毛钱。
欢 B 站迎尾声 official 进入直播当然了，间想必这样的说辞尚不能成为不在场证明。尾声 official 说一毛。律师小姐若想怀疑我，尽管怀疑便是。主要是 B 站老出那种那啥，我都不知道多少钱，礼物太多了，同价位的礼物太多了。怀疑也无妨，科学工作者不会错失研究中任何一个可能性，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律师的世界我虽不甚了解，但想必也相差甚远，相差不远。黄副所长，您在这家研究所工作多久了？我已经在此工作8年了，准确的说是8年07个月，8年1个月07天。对于研究所内的其他人，你有什么看法？给我准确定一下看法，就是您对他们性格的评价，或者说您觉得他们跟这起案件都有什么关系之类的吧。原来如此，如果你是在尝试从我角度来了解这起案件，我不得不认同你为了了解真相付出的努力和作为律师的敬业。就我平时的经历来看，研究所众人皆是才华横溢、正气凛然之士。陆所长是震古烁今的科学巨匠，他所带领的人自然也是人中极品。那蓝妙师姐姐呢？小兰那孩子是有些冒失，也因此常被所长训斥，但作为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她学识渊博，或许将来能有一番作为。你不知道吗？小兰是哈坦福大学以全 A 成绩毕业的神经学博士，他所撰写的关于梦游的论文在学术界还掀起不小的波澜。总而言之，我不愿意相信小兰是杀害所长的犯人，还请跟2位努力工作，早日还他一个清白。总感觉像立 flag 啊，这种说哎呀这装好人，实际上是大 boss。如果想调查的话，所长和小兰房间都在3层。欢迎尾声回来，小兰有自己办公室吗？给我准确定一下办公室。有些办公设备供人工作时待的房间。小兰房间位于3层一角的储物仓库，怎么在仓库待着？虽然供他工作室停留，不过没有像样的办公设备，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窥案完毕。那么我还要替所长撰写一份本由他完成的报告，书不奉陪了。无妨，明天的审理还请2位认真对定。的确有位年轻人来找我，但我并没有接受。所长尸骨未寒，我则公务缠身，更何况检方要求我做出对小兰不利的证词，我断然不能答应。明天代表研究所长出庭的人会是什么人？没什么，希望你们不要为难那位证人。愿你工作一帆风顺，再会。咋的了？我感觉老哥有问题啊，你这不愿意说话有问题啊。对了，这点还没有调查。中文下面竟然写的英文 nothing， 这到底谁设计的？行，既然人走了，咱也出示不了证据了，咱就上3楼，上3楼。欢迎尾声 official 进入直播间。这么黑吗？伸手不见五指。尾声 official 说：“哇，好冷清。”啊，我这直播间是这样子的，直播间是这样子的，没有人看是这样子的。主要是我不常播，我不是天天播，也就没什么人看。播游戏的更没人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办公室嘛，还以为会更豪华一点。我倒是以为会更机械一点。虽然整体环境还算整洁，但桌上的文件却乱糟糟的啊！又加载吗？感觉不到所长是个爱干净的人。没事，我看。可以，感谢尾声的观看。
这房间应该是别人打扫的吧？红叶，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可能会成为关键线索，但调查时要注意轻拿轻放，别把痕迹破坏了。好的，没有问题。你们披萨外送呢？有块白色的板子。结果都是莫名其妙的琐事。经常有个戴帽子哥把一箱箱的零食送到东西姐姐手里一样，那个其实是快递，多少是有区别的，之后给你细讲吧。尾声 official 说：“对了，莎姐，宁墨渊须之语买不买？”买了呀，买了呀，我已经小黑盒预购豪华版了。这个桶是扔垃圾的用的吗？看上去是，不知道所长都扔了些什么东西啊，好脏！这几张打印失败、黑乎乎的文件，油墨蹭到手上了。如果冬学姐怕脏，就让红叶来检查吧。不用了，再者说也不能被这小孩小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快递吗？追风快递。尾声 official 说：“哦，我也要买了，快了。”可以，的确，边角还留一些牛皮纸的残片，我看看。这是快递单。看到快递单才想起来前几天下单巧克力酥糖怎么还没到货，一会儿得催催。快递单什么东西？所以快递单就是快递公司收发货物的凭据，上面会通常记载着货物的目的地和出发地，还有双方电话什么的。这么可这张快递单上并没有电话呢，好像是连寄出者是都没写。还真是，收件方是这个研究所，大概是寄给所长的文件吧。这边倒是有个邮编，什么10009M， 是我错觉吗？怎么感觉好像见过这个号码？不会是第一章那个吧？这个有点久远了。第一章，因为在第一章新手关卡这个部分呢，是最后我们的凶手是邮寄了一封快递，但是后续因为跟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所以就不了了之了。而且这个上次玩第一章也很久了，我也不太记得了。尾声 official 说：“闻，死者书柜嘛，让来逐一翻一翻，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姐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放弃了，这个书也太多了，光看标题能读一下午。可红玉觉得还好了，所长爷爷的书虽多，但摆放的很规律呢。第一层都是文学历史类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像是机器人的资料，第四层放着的应该是小说。哟，还有小说呢！哇，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规律。不过所长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放食谱啊？桌上放了很多文件和笔记本，好像每个本都只用了前面几页，好浪费啊！也许是不同的本子用来记录不同的内容吧。我看看啊，这一本似乎是所长的行程记录，往后翻翻，这什么？和老黄讨论开发日组织事宜，继续修理轻鹰的下肢，生化实验室脑电实验，记得穿戴金属背心和头盔。等一下，死者是什么时候死的？死者因失血过多，例行汇报，那他就是在干这个呗。所以他这块记了笔记本，在半点的时候要去生化实验室做脑电实验，记得穿戴金属和头盔，但是他这块应该是没有穿戴，所以有可能在他去之前就已经死了。尾声 official 说：“莎姐，到时候暑假的时候播明末我看看。”可以。这也写的是11月8日所写的安排。感谢欢迎黄毛双马尾，晚上好。估计没时间玩。可以，没问题。但我就播的很慢，我可能不是天天播。对，消失的金属背心和头盔嘛，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说没事的 ，dog 照样看。可以，好了，这个房间里有价值的线索已经收集完了。记得刚刚副所长也说过，兰姐姐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吧 ？OK，Let's go。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了。然后我们
去一下储物仓库。火！哇，这不是朕写的布料吗？怎么会这样？这就是楠姐的办公室吗？在这里办公对健康不太好。尾声的这是个堆放物资的储物间。我想看露西亚的 MMD 了。Dog 啊，露西亚呀！我最近 MMD 主要是一个视频做太久了。高机动型阿尔比昂进入直播欢间。迎阿尔比昂，晚上好，晚上好。就一个视频得1个月，太慢了。然后我现在在做我自己，呸，什么我自己？现在在做一个弱音的布料。然后我下一个是，我下一个是什么？我看一下，我下一个站双，我站双都是，就是顺着来的，就是按照那个哦，下一个是那个什么叫什么8尺吗？这个字念什么？不认识。啊，是这个，我就是按照它更新的那个顺序一个一个来的。尾声的 official 说，哦，就是一个一个做，一个一个做，因为做的做的属实是太慢了。这是个堆放物资的储物间，应该不能算办公室。说不急 ，dog 可以，我以为会有很多怪模怪样的机器，原来只是摆放了一些桌椅。研究所所有的房间里好像只有这个里的门，这里的门连把手都没有。兰姐平时都待在这么不重要的地方，想不到做实际上也挺辛苦的。调查。尾声的 official 进入直播间。这是人睡在这儿吗？我知道兰姐一定在上面想打盹，就把他们拼成了一张床，或者是死者被放在这个椅子上，有可能这个地方是第一案发现场。这靠边后面有个很硬的东西硌死我了。黑色的小盒子，这是什么？同时具备按钮、天线和指示灯的小盒子，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应该是某个东西的遥控器才对。啊，你还真按啊！我在想说，你真的敢在这里头按吗？这个遥控器我也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啊，哪里见过呢？是做什么用的？有点忘了呢，我也没有印象了，太久不玩了，就是好久不玩的下场，不记得了。我也刚想问，这个奇怪的圆形图案是什么呢？大概是齿轮吧。窗框上湿漉漉的，是因为昨天下过雨吗？窗框上也是的，按照这种结构的窗户，只要不打开是不会淋雨的。地面上覆盖着彩色塑料布，是在施工吗？不是下面好像盖着点什么，不过多半和案子没什么关系。你这说的，这必须得去看看去。感谢尾声赠送的小花花，果然这房间里最惹眼的还是这个不吉利的东西吧。感谢尾声赠送的这个好哎，收到来自感谢尾声赠送的牛啊牛啊，哇，感谢尾声赠送的礼物。来自尾声 official 的。果然这个房间最惹眼的还是这个不吉利的东西嘛。这个布娃娃的模样好像怪怪的，似乎是某个儿童热播剧的角色，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受欢迎。仔细一看，这个娃娃身上扎了好多大头针和图钉呢，莫非这个角色天生就这样，觉得有点可怜？尾声 official 说：妙妙妙！不对，这些钉子明显是人为扎上去的吧？哇，这个娃娃围巾上还写了字，这粗犷的字迹，一看就知道谁的手笔。可恶的苏所长，诅咒你！怎么了？看来咱们的委托人做了不得了的事情呢。不祥的预感果然应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必须找他问清楚。这怎么诅咒呢？还这不调查吗？这好大一张方桌啊！这块抹布啊，这该不会是想的那个东西吗？这确定不是血吗 ？OK，
去听一下蓝妙师的说法。走，撤退。咱们去找这个咱们的委托人啊，很多疑点啊，很多疑点。哎，又有剧情了。听着天色未晚，赶去看守所吧。欢迎尾声 official 怎么又是你进入直播间？这个西行的性格如此恶劣。这个研究所里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机器人吗？老是误触点出去。有啊，当然有了，说不定你见到的所有人都是机器人呢。真的假的？难道副所长也是？咱最喜欢你这个表情，当然假的。现村里抽仿人机器人就剩咱一台，其他的都不是人形了。那个研究所里其他机器人可以仔细给我讲讲吗？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和所长死有关联。你想听咱就能讲。OK。研究所里的人形机器人就剩咱一台了，但其他怪模怪的类型还多着呢，请不要这种听起来不舒服的描述。总之呢，所里还有大大小小十几台机器人，不过大多数都在车间里堆着吃灰。还在运转的家伙应该就只有2个了。具体来说哪2个？其中一个是名叫月光金字塔的扫除用机器人。家伙只是个打扫工具，肯定不会有咱这么精美了。要说模样的话，就和名字差不多，是个金字塔形状啊。不过啊，咱从昨天下午开始没见过他，不会是给栽到那金字塔上了吧？不会是金字塔给他拔后背了吧？是的呢，咱的芯片可以连接研究所所有系统。如果那会儿只跑丢了，他还开着，咱就能锁定他的位置。但是从昨天下午开始，那家伙信号就完全不见了，该不会是被所长拆了吧？不是这什么玩意？怎么还画了个简笔画？我真笑死我了。刚才你说到还在运转的家伙有2个，另一个呢？另一个就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说是机器人，但看起来像个玩具一样，说不定你也见过他了。尾声 official 说：“我看去下关注沙姐多久了？”可以。不过那2个渣渣的技术完全不能和咱相提并论呢，他们只能按照编造好的程序行动，咱可是被移植了人类的记忆，或者说人类的人格都差不多了。不会是跟5年前的事件有关吧？移植了某个人5年前事件人的那个记忆，你居然不知道什么意思，真是没常识的律师呢。再怎么说，咱也是个科学界大明星，你有几年没读过学术期刊了？哎，这个小姑娘会说话啊，听到以后不要吓一跳。第一台接受人脑记忆电子内核移植术的机器人，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就是这样，歪我了，这个都说啥呢？尾声就是将说，去年1月24号关注的沙姐 ，dog 啊，1年半了。可以，正好我也播了快一年半，也是将人类神经的记忆单元以电流刺激的形式记录在磁盘感应材料上，再通过逆编码手段转入到人造脑内，形成记忆的映像啊，最终以交互编程的形式全盘实现素体的记忆与思维模式。有可能它会存着5年前咱们这个主线啊，大主线的记忆啊，某个人的记忆。没事儿，咱也搞不懂。数据库里有这些东西，随手念给你听。没错，这不是听懂了吗？问问移植了这个名叫何清英的女人，以前是个体操运动员来着，后来她出了车祸被撞死。村长趁着她还没有脑死亡，及时把记忆移到了电子内核里。不是你连名字都 copy 了，咱这台机器人轻易就这么诞生了。进入直播间。阿库斯晚上好，真是用超厉害都不足以形容的技术啊！OK， 咱还得出示那只老鼠，出示一下老鼠。请问这个算是机器人吗？啊了，怎么把这个给捉来了？现在所长骂你呢，难道它是很重要的东西吗？所长已经死了，也就没有人骂了，算拿去玩吧。这个东西虽然模样是只耗子，但它好歹算是个机器人呢。这只机械鼠的由来，青小姐了解吗？所长很早期的作品，
来这研究所的日子比咱都长。不过这东西除了窜来窜去，就只会自行充电和检修。不会是移植了老鼠的记忆吧？你作为人类为什么可以每天活蹦乱跳？为什么不会因为能量耗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人类可以每天不停的运动，是因为我们会自发的吃饭睡觉，让行动消耗的能量得到补充，让疲惫的身体和大脑得到休息，是这样吗？没错呢，人类的活动要消耗能量，机器要消耗的只会更多。如果每次把能量耗尽时都需要别人手动帮忙充电，真是太麻烦了。莎姐喜欢吃豆腐 ，dog。不是，主要是我这块就是在外地这个家附近有一家店卖的豆腐特别好吃。我就每回我们都会买一些豆腐，它就是个豆腐，它就像那种，它有一股那个叫什么味儿，就它有股味道，就像那种农村那种柴火饭的那种，就是自己做的那种豆腐，它不是那种超市里卖的那种只有豆味儿的豆腐，它还那叫什么卤水味道吗？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味道，反正就特别好吃。所以我就来这边，我就会吃他们家的豆腐。说 dog 老豆腐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超市买过，就是无论是嫩豆腐还是韧豆腐还是老豆腐，它都是只有豆味儿，就它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但是它这块就是会有一股味道，我觉得就特别好吃，就是你一吃那个味道，你就感觉好像到农家小院了的感觉，还挺好吃的。如果每次能把能量耗尽时都需要别人手动帮忙充电，真的太麻烦了。所以那老头很重视发展机器人自我检修和自行寻找能源的功能。official 说，超市的没买过 ，dog 就吃过别人做的和老家做的 ，dog。尾声 official 说，那味忘不了。主要是超市就是为了照顾所有人嘛，就是可能有人不喜欢吃这个豆腐，所以他就会做的这个豆腐可能就没有什么味道。撑死是有那个豆味儿，可能有的连豆味儿都没有。既然是杰作，就没用个好听点的词儿。但是自己那种，因为这块开店都是自己帮地老乡开店嘛，他做的东西可能都是自己种的或者是自己做的，所以就有种那种农家院的感觉。总之，这耗子已经在研究所里串了5-6年了。当然了，一旦没电就会自己跑去充，出了任何故障还爱跑到车间自我检修。研究所还在，它就会永远运行下去。可是研究所里有只老鼠跑来跑去，你不会觉得碍眼吗？才不会呢，毕竟都这么多年了，研究所的人早就习惯了。连刚来1个月的小兰兰都不会在意它。但是它在这到处乱窜的话，为什么会待在这个电梯间？对了，秦小姐，那你的能源会不会耗尽？咋了？咱的皮肤可是高科技结晶，上面嵌入了一大堆微型太阳能电池板。要是能源不足，只要出去晒一会儿太阳，很快就全满了。这是很方便的功能，虽然听起来有点像植物。光顾着和你聊天，居然都5点半了，这个时间有什么问题？当然有问题可大了，这可是咱最爱看科幻剧这4面开始的时间。你还看剧呢？咱要去找根网线插在身上追剧了，改天再回。这么简单吗？追剧就插个就上网呗，这肉身上网是吧？肉身上网。他一边走还把脑袋转了180度来打招呼，真是够了。呀直接给咱转场了。这6点35就末班车了，这不是啥地儿6点35的末班车？看我的神章，怎么麻将上了？这不是律师妹子和助手妹子吗？你们又回来了。哎，你好，政务收集方面还算顺利吧？这么棒，那我可以出去了吗？不行，还没有开庭就把被告放走。尾声 official 说，才注意莎姐住北京。是啊，是的呢。呀，中午是不是都问过了吗？随便你。哎，太多事儿要问你了。案发当天的行动，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我就像往常一样按时上班、吃饭、按时睡觉。下午外面下雨的时候就回家了，除此之外就没做过别的了。没有了吧？
呀，这么模糊的语气，就算不用设备位，这样肯定在隐瞒什么。如果想还原案件的原貌，还是要从他下手。准备好的话，就把我们武器拿出来吧。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说啊。首先是这个，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哦，不打，他看起来不打算说。哦，说了，被你们看穿了。尾声 official 说，北京消费感觉比上海少点，但感觉也没少拿。是，我出去旅游嘛，我去哪儿只要不去那些大一线城市啊，就是上海或者是深圳，我倒没去过。最近不，反正去哪儿我都觉得好便宜，去哪儿觉得好便宜，好便宜。哎，都多大了，干嘛要扎个娃娃扔在那里？这个啊，我是从一个叫《朱焕格格》的电视剧里，还珠格格是吧？朱还格格学来的，不是蛮酷的吗？这个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啊？那看来，尾声 official 说，下次去我老家安徽玩 ，dog 老便宜了啊！安徽吃什么？臭鳜鱼吗？其实北京经常有做什么徽菜的，但是感觉一般，都是预制菜，感觉卖的齁贵，不太值。等会儿啊，咱们在圣剑之前，我们保存一下。不是这样吗？ Longinus 啊，哦，再点一遍。哇，这是什么锤子吗？尾声 official 说，我老家离南京近得很，特色就是南京的鲁菜。哦，可以。说到安徽就应该是臭鳜鱼吧，其他的不是很了解。南京应该最准确的来说，那个历史看一些那个历史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到底哪里长像锤子了？主要是我不太方便去南边，你知道吗？从北京这边去南边，这个路上时间太久了。每次休假其实时间也不是特别多，没有特别长时间的假期，就导致可能会很仓促。是错觉吗？红叶刚才听不听到自己的声音？ official 说，确实 ，dog 对。而且我有的时候为了快速，一般都是下夜班，基本上当天下完夜班之后，那天就废了，就也只能是在酒店里睡觉，然后就第二天撑死玩2天，玩2天之后，然后就第2天、第3天玩嘛，然后第4天回来，这种还可以。像一般比如说周末这种休息2天的，就根本不想出去了。啊，我有点忘记这个。先通过先前测谎你就知道了，蓝妙石并不是杀害所长的凶手，不过他也绝对不是和本案完全无关的人。现在难以确定他当天做了什么，得找76点让他开口。不如就从最明显的证据开始，那个足以让警方把他定义为可疑人员的诡异的东西。尾声 official 说，正常周末2天上完班想的就是休息。对啊，休息。而且我平时喜欢看电影，我出去玩就没办法看电影。我这周在外地，端午节出来，我没办法看电影，我下周还得想办法看电影去。打算看2个，一个是那个《时间之子》，还有一个是那个《碟中谍》，想把这2个看。蓝小姐做你的律师，有义务在为你辩护时了解案件的全貌。我虽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如果你不说实话啊，我会变得很被动。仓库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杰作吧？这个就是他。尾声我听黄副所长说了，你作为到时候沙姐讲下电影的感受。你作为实习生也可以啊，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所以你平时会待在3层的储物仓库里。那个扎了满头大针的不吉利的娃娃就是你干的好事吧？
这个啊很重要啊，这娃娃上写着可是本案的死者朱平江的名字。朱所者死亡当天，警方如果在你房间里搜出这么个东西，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只要和这件证物做对比，就知道它是出自你手啊！这个吗？就是啊！他。我靠！ official 说，下次有机会来安徽和无锡玩。可以可以可以。今天和哦，粗犷的文字，粗犷的文字。进入直播间。欢迎伟明，晚上好，晚上这个。欢迎雷鸣，晚上好，晚上好。哎，这是我写的委托书，这龙飞凤舞的粗犷字迹，不用做专业鉴定都能看见，故事出自同一人之手。警方一旦拿到这个娃娃，用不了多久就知道它是你的大作。但是我只想诅咒他得感冒，让他死掉什么的，可是完全没想过。你多大了？家小人这把戏连小学生都不会玩了。我可是在一个很高端的影视作品里学来的。除此之外呢，你除了扎了这个娃娃还做了什么？没有啦，他的寄养草还剩这么多呢。没了吧，大概。一定去过一个地方，生化实验室。又说了我没进过那个全是水缸的地方，对吧？就那块布，就是他。这块布还湿着，说明它不久之前刚刚被用过。抹布上有一些红色的痕迹，本来我不会随便联想。那考虑到尸体发现出的地面，安小姐把地面血迹擦乱的人，该不会就是你吧？你虽然做过这么可疑的事，为什么一开始不和我说？我不就是做事冒失点了吗？怎么到哪里都被人扒？把案发血迹擦掉，可不是冒失这么简单的事。好吧，那我就回去了。糟糕，问题只能问一半，我不能以这种状态迎接庭审。没有时间和他兜圈子了，必须用最直接的方式问出剩余的错误。有个问题我必须弄明白，就是原因。什么原因？如果所长并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又为什么要破坏血迹？说出来你会骂我骂得更凶，但被我骂总比被判有罪好多。人只要不是你杀的，其他事都是小事。该不会他做的其实不是小事吧？有点不敢相信，我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他转移了尸体吗？不会吧？你出现在生化实验，莫非是因为尸体是你移动的，把所长尸体推到生化实验室的就是你吧？证据我现在还没有，但如果警方想落实这件事，却一点都不难。我想某个证物他一定还没有处理过。我想想啊，证据我现在还没有断掉，这还是什么东西？我靠！等一下啊，推车吗？有推车。就是他。这是研究所里运实验材料手推车，是的，同时也是你运送所长尸体用的手推车。让我看看，连地面血迹都能擦成这个鬼样子，你一定不会想到要清除手推车扶手上的指纹吧？还有这回事儿？案发当天你到底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做那些事？还是老老实实给我招了吧 ？OK。说说吧。之所以不和你说，也是因为我在案发时遇到的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案发那天，所长他的心情好像特别不好。那天所长超级凶，平时只是特别凶来着。不是，我是不小心撞坏了10几件器材，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他就骂我脑袋还不如草履虫，说我的大脑被硫酸泡过了。他骂完之后，我气不过才扎了那个娃娃，诅咒他得感冒。大概是下午4点多的时候，研究所突然停电了。一个讨厌的研究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检查一下电闸。
中央控制室和我所在的仓库同在3层。我走过去的时候，发现电闸果然跳掉了。在我拉下电闸之后，外面就电闪雷鸣，下了特别大的暴雨。你的意思是停电其实发生在下雨前吗？应该是吧，这个很重要吗？哦，那这个就是跟黄副所长说的有点冲突了。后来我凝视了一会儿雨景，往仓库走的时候，发现了超可怕的事情。那辆手推车上放着满头是血的朱所长，就停在了储物仓的门口。那辆手推车的初始位置是在3层的储物仓库。没错，这实在太诡异了。我才出来十几分钟，门口就多了一具尸体。真是太诡异了，好好回忆一下，在那期间你在3层见过其他人吗？发现朱所长尸体之后你做了什么？我当时就对着所长鞠了一躬，大喊什么祥瑞玉兔，家宅平安。当时我实在太害怕，就趁着没人发现把他推到别的地方去。没想那么多嘛，我以为仓库死在仓库门口我会被怀疑来着，你把他推走更会怀疑，我就推着他经过楼道进了电梯。本来想把他推到外面去，但外面还在下大雨，尸体淋坏了多不好。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去2层随便找了个没人的房间把他放下了。在你把他放下之前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事？比如所长是不是穿了金属背心和头盔？这个嘛真没有，他当时就穿着普通白大褂呀。欢迎 G7ZZ 晚上好，晚上好。对了，要说奇怪的事确实有一件，快说。我在仓库门口看到所长的时候，发现他手里握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在左手握着，他手抓的并不紧，简直像他死后放上去一样。事发紧急嘛，我没顾上看，应该是个黑色盒子，不会就是那个按钮吧？我着急把车推走，害怕这个盒子中途掉，就把它拿走塞进仓库了。这个盒子到底是干嘛的呢？它不是普通的盒子，而是一部遥控器。先不管它是做什么的。你还玩啥游戏？我还玩啥游戏？哦，玩游戏可多了啊！你看我这个主页投稿的视频都玩，然后平时的话玩1999、公主连结、FGO，无限暖暖、烟云16声，黑色新标，那个初音未来，但都不玩。是的。什么叫单都不玩啊？这慢慢的都会玩的。哎呀，这得一点一点玩嘛。先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我问你，在案发当前见过这个遥控器吗？没有，研究所的器材和实验器材我基本都点过，绝对没有这个东西。这个遥控器应该最近才被你送到研究所的，看起来应该是那个有可能是那个快递过来的遥控器。OK， 庭审了啊！如果是庭审了，我就去接杯水，有点渴，水喝完了。尾声 official 说，完了 ，dog， 像我一样。不是，主要是之前啥呢？之前买游戏的时候，我没有游戏本，所以打不了游戏。但每回就是哎呀打折了，赶紧买，不要错过，史迪快买，然后就买了一堆。今天不但发生了一大堆意外，还稀里糊涂的接下这个委托。虽然到现在有点发懵，但那个遥控器存在只说明一件事，这个案子绝对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那真的和天盾有所关联。这个天盾是这个游戏里一个犯罪组织啊，手头信息太少，明天开庭之后才能收集了。对那个从没听过的新检方有点担忧，但我现在已经顾不上他。这个案子一定能牵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来，有可能是那个侠客啊，那个侠客大哥。OK， 容我去接杯水，啊，兄弟们。尾声 official 说，当时跟我一样，现在买了游戏本半年了，结果游戏，一点没玩是吧？尾声 official 说。的越来越慢。我说，我不同意。不同意个屁！
尾声 official 说完。啊，我开直播，我开直播就是为了逼自己打游戏，不然的话我早开挂了，或者我自己看一看云就行了。我能云则云啊，越来越不想自己玩了。接杯水去，接杯水，拜拜。尾声 official 说去吧 ，dog， 喝水去吧 ，dog， 沙姐。欢迎 manxlog 进入直播间。啊，回来了。哦，壶里没有多少水，就接了半杯，争取还能自己坚挺一下。尾声 official 说永远爱你，永远爱你，嘛。庭审就要开始了。哇，特制的花茶国泰民安，可以安神的请用。今天的庭审，辩护方的助手席还空着，我已经打听过了，就算没有证件的实性也可以入席，不如你就坐我旁边吧。真的可以吗？吴雅律师妹子来的可真早。有茶喝啊，那个给我来一杯，你这不见外是吧？一宗杀人案即将开庭，而被告和他的律师正在悠闲地开着茶话会。多亏你们两个，我现在还是一点儿都紧张不起来。你说你移动了所长尸体，但是在那之后呢？在那之后你不是就知道了？我取了块抹布，随便擦了地上的血迹，然后就冒着大雨回家了。亏你干得出来，难道就把他扔在那里不管了？现在我玩游戏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朋友一起玩就。当然不是，我刚刚进了家门，头发还湿着，马上打电话报了警。说很无聊。其实我还好吧，我主要玩的游戏都是那种单机独狼，就是那种可以跟别人玩也行，然后自己玩也行的那种。什么？报警的人是你？你怎么不早说？你又没问。自己报警，然后给自己抓进去了。你到底还有多少情报没告诉我？那个也许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什么还真有。离开开庭只有1分钟啊，立即就位。尾声 official 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就想着多玩单机了，委屈。可以，单机好啊，单机好啊，来玩单机吧，胜诉绝对没有问题。单机游戏好玩的多了去了。关离的姐姐为什么动不动就想把人一拳凿进墙里了？你还好吧？好像是个绿毛。哇，
今天负责庭审的陆检和你一样接过案子很少，也算新手。又是个拽哥是吧？陆检，你戴着耳机感谢听不到吗？萌叉 log， 晚上好，晚上好。刚才是不是来的时候我去接水了，没欢迎到位？检方准备完毕了吗？吵死了，我听着呢。呀呵，是个冷酷帅哥。尾声 official 说，正好去倒水了。Dog。OK。然后呢？你怎么不说话了？那个要开庭喽。哎，审判长这么卑微的吗？所以我是说，现在要开庭了。那又如何？什么那又如何呀？现在可是要开庭了呀！那么，请吧。欢迎尾声 official 进入直播间。我已经有点搞不明白了。既然没事了，就请快一点。这个声线感觉好像很熟悉。对，是不是挺大众的声线？本案的庭审正式开始。感谢尾声点赞。首先，请检控方作出开庭陈述。检方提起公诉，被告蓝妙诗涉嫌杀害被害者朱平江。就这？这个检察官是怎么搞的？冬雪姐姐，这个检察官哥哥好奇怪啊！确实够奇怪的。算了，不管他。如果他一直这副样子，对我来说可能再好不过了。争取今天就把判决拿下。你想太多啊！如果开庭陈述已经结束，就请检控方传唤第一位证人出庭吧。冬雪姐姐，审判长爷爷好像向咱们投来了求助的目光。辩护方那个没有意见，请传唤证人。太好了，快传唤！呀，大家好啊！我姐姐，我是你们第一位证人哦。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多了。你应该知道啊，国际刑警很忙，就请麻烦你速战速决吧。一般情况下来说，刑警说的话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人体转裁判是这样子，后面的一些案子，刑警说的话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或者是不是故意隐瞒的那种，只是可能某些地方没调查清楚，就类似于这种。尾声 official 说，可惜买了明末就买不了黑神话或者地平线5了。其实我觉得买黑神话会好一点。黑神话不是说要出 DLC 了吗？可以再等一等，等着出 DLC 的时候会不会有打折呀？是不是到时候能便宜一点？红叶，请把山井定为事务所最惹皮的人 No.1。姓名、职业。证人姓名和职业。姐姐，我名叫沙路遥，职业嘛是地方刑侦局副局长，同时也是国际刑警本国分部的成员。证言开始吧。根据解剖记录，本案的案发时间在8号下午4点到6点之间。报警的人就是被告席上的蓝妙诗自己。朱平江死因是失血过多，致命伤如各位所见，在后脑。虽然具体死法还在等更详细的报告，但法医有了初步分析，这个伤是非人力所为。Steam 上也没便宜多少，就30。对，现在没有打折了，肯定就是会贵一点。如果后续出 DLC 的话，肯定是会有一波打折的。力量和从15米的高空坠落下来差不多。没错，死者是从15米的高空，15人高空落下坠楼而亡。
案情就是这么简单。坠楼吗？所以刚才说过了吧？坠楼，咱们刚才说3层，被那个屋子是不是就是在那个仓库的那个地方？尾声 official 说，我寻思着先买明末吧，黑猴不着急了。Dog 也可以，也可以。咱们刚才就在那个仓库的窗户上，不是说那个窗沿上有点湿吗？会不？然后它底下有那个塑料布，不会是先开窗把人扔下去，然后再推上来？会不会是这个？如果说是坠楼的话，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有问题，就比如说停电，他得先停电，然后让蓝妙师去开闸，这个时候他再进去之后把人推下去之后推到1层，再给他拉上来，拉到3层，然后拉到3层放到那个仓库的门口。尾声 official 说，有可能哦，就10几分钟，操，这工作量有点大。那这样子的话，给蓝妙师去开那个电闸的人就有问题，就让他去拉闸，这个人可能就有问题。如果说是真的坠楼的话，有可能是这么个流程。如果原来所长是坠楼身亡的嘛，我还以为这位科学巨匠会死得更科幻一点。不过或者是就是这个消失的扫除机器人，可能中间会用到这个扫除的机器人。这卡通画太好玩了。等等，我要询问。尾声 official 说，困了，晚安莎姐，早点休息。可以，拜拜，晚安。初步分析。等等，想找到突破口，只能从这个初步分析入手。这几乎已经点明了。说，早点休息吧。OK， 我播到11点，杀刑警，怎么突然觉得哪里不对？从楼高3层的研究所掉下来，真的能摔出这么严重的伤吗？可能是磕到哪儿了。等等，掉下来的时候磕到哪儿了？磕到后脑了。等等，欢迎 ManX Log 进入直播欢迎间。ManX Log， 晚上好，欢迎回来。感觉没什么重要的地方。所长被发现时不一定死，他死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立刻被发现。过了整整1个小时，这段时间里有谁能知道发生过什么呢？还有人对死者进行了极不专业的伤患转移动作，这种愚蠢的移动方式只会导致尸体的情况更加复杂。听他那个口气，果然早就知道是被告移动了尸体吧。总之，法医的解剖记录绝对科学可信，你还是不要试图怀疑比较好。其实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事件有点模糊了，要求还挺高，这你放心，后面还有补充资料呢。
这个报警的人。等等，子音，你瞎了！如果有哪个字不认得，可以给你推荐一家最好的幼儿园。尸体周围并没有大量血迹，尸体被移动过。你怎么知道案发的第一现场没有大量血迹？审理可不是随便的事，下次不要这么无聊问题打断我。有可能真的摔到了外边，真的摔到外边，因为下大雨，所以血迹已经看不到了。还是初步分析啊。但是初步分析，我要在哪儿攻击他呢？等等，这个说的太含糊了。我要怎么攻击呢？解剖记录吗？反对。哎，我去，第一个问题就卡关，他这个说的太含糊了。他说一定要从这个初步分析这个地方，还在等着更详细的报告，但反映有了初步的分析。这分析啥呀？就啥可分析的？反对。不是，这只能试了，只能。这只能搁这儿试了。反对。上来就卡关，真绷不住了。反对。不是84啊。84，机械鼠也不对，肯定不是这个。快递单吗？那也不是。快递单有可能跟那个遥控器有关。反对。不是。笔记本呢？也不对。反对。我去了个去，我了个豆。反对。哇，兄弟，这是啥呀？反对。好，还是说不是这句话啊？难崩。反对。这个研究所啊，皮片图啊，还是说跟某个人有关？人证啊？委托书更不是了。哇，有点难崩呀，兄弟们。反对。不对。
物证都不对，人证。验证谁？所长吗？反对！我靠，这到底选哪个呀？我服了，我搜一下攻略，我去。这个无罪执庭，搜一下攻略，搜一下攻略。双结局，这还有双结局的吗？无罪之庭制作组，关注一下。双结局，这个游戏还有双结局，真的是 amazing。哎，第三章，第三章。看一下这个，这是啥？看看啊。哦，总高度为10米。哎，我知道，就不是这个地儿，他就误导我，我去。反对。不是这个吗？哎，不是在这个地方吗？哦，高空坠落，不是，我真他妈服了，我操！反对。啊，这个对了，死者是从15米的高空落下坠楼而亡，这就是你的结论。抱歉，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建筑物层高一般为3米左右，从15米高空坠落，意味着要从相当于5层楼高的地方坠落身亡。那么接下来，请看萍乡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的平面图。平面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这个研究所大楼总共只有3层，图注还清楚的写着建筑高度是10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研究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楼顶上并没有高大的凸起物，因此整座研究所根本不存在5米高度落差。所以珊珊，请你麻烦解释一下，你的分析中这多出来的5米究竟是哪儿来的？小姑娘，那么你认为案发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呢？既然你认为姐姐我的推论说不通，那你一定有比我更合理的推论了。反客为主了。法医的判断是力量和从5米高空坠落下来差不多，也就是说，只要和这样的力量不相上下，就能造成这样的伤势。这样一来，死者未必是从高空坠落身亡的吧？可是人力无法造成这样的伤口，机器人也不允许伤害人类的情况下，除了坠落，也有可能真想不到别的可能。不会是把这个机器人给他扔下去了吧？扔的不是人，扔的是机器人。我把他一断电，我还管你这那呢？呀，
造成伤势的可能是，让机器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害死者。第一个，如果从空中坠落不是被害人呢？被害人的伤势不是由高空坠落造成的，而是由高空坠物造成的，又如何？一个平整的重物从高处掉下来，正好砸中趴在地上的所长。欢迎乡野七叔进入。欢迎乡野七叔，晚上好，晚上好。虽然这个画面难以想象，但警方确实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但有可能扔的是这个玩意儿。如果杀人手法是高空坠物，那本案就要从全新的角度审视。重物有可能从3楼被人推落，也有可能是更重更硬的物体被人从2楼推落。因此，检方没有理由只对我的委托人蓝妙诗小姐提起诉讼。您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作案的机会。干得漂亮，感觉东学姐已经完全占据上风了呢。好极了，现在的法庭风向已经导向我们这边了，不如就趁此机会乘胜追击。除此之外，辩方认为还有另一个可能性不能忽视。我们退一步说，如果所长真的是从15米高空坠落身亡的，我的麦开了吧？开了。那么为什么不存在15米落差的研究所可能是根本不是案发现场呢？没错，大家请看，所长尸体被发现时是被放在手推车上的，被害人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被杀害之后再移到研究所里来的。只要这部手推车存在，把它推到任何地方都不是难事。我的委托人不过碰巧发现了尸体才被当成嫌疑人，而真正的凶手早在此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才开庭不久，案情就出现了180度大转折。啊！吵死了！火，吵死了！这一次我还稍微认真一下。对于辩护律师刚刚这一切的例证和推论，检方只有一种立场：火，全部驳回。首先，关于死者可能是死于高空坠物而非高空坠落的推论，驳回。想要造成和被害人本人从10米高空坠落相同的伤势，坠物的重击必须要有和造成伤势相同重击等同的冲量。坠落砸落产生的冲击可以近似认为是坠落物体本身的质量以及坠落高度决定。要使从低于15米坠落物体拥有和从被害人15米高空坠落等同的冲量，那么重物应该要比被害人更重。然而，根据检方对平江内部的情况了解的大型工具和仪器全部固定在地面或墙面，根本不可能移动，而唯一能移动的工具无一例外全部轻于一人，所以被害人根本不可能死于高空坠物的重击。其次，关于案发现场可能不在这个研究所的例证，驳回。辩护律师看来没有好好进行应有的事前调查。研究所大楼落成时间很早，层高仅3.3米，无法适应如今的新形式大型设备仪器需求。今年正式开始为了为期数年的实验楼增建计划，在案发大楼的背面就有一处施工队刚刚挖好了深基坑。
3层的窗户大致约为高为8米，而坑的深度略大于6米。由此可见，从3楼地面到深坑底部之间落差恰好大约15米。哦，因此研究所完全具备成为案发现场的条件。第三关于死者是从其他地方被转移到研究所中的推论驳回。研究所位相对偏远郊区，据调查，方圆10公里的范围内根本就不存在高于10米的落差。无论是房屋建筑，还是纯粹由当地地形产生的地势落差，因此案发现场不是研究所，那必定是在距离尸体发现现场10公里以外的地方。有史以来，想不留痕迹的前提移动尸体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没有人会在案发之后推着那个小车狂奔10公里，简直不可理喻。除非警方拿出确凿证据，否则还是不要说这种信口开河的话为好。欢迎尾声回来呀，咋的了？不是睡觉去了吗？就算这样，研究所里其他人同样也可以驳回。刚才说过了研究所3层窗口与深层底部之间落差恰好15米，被害人必然是从研究所大楼3层被人推落，而在案发当时，除了被告，没有人能够将被害者从3楼推入施工现场深坑。就这个姿势有点奇怪啊！为验证以上观点，检方现在申请提交新证据。呀呵，坑内有凌乱的卢米诺尸迹哦。位于研究所3层仓库窗口下方的基坑，约为6米。看 IP 不对啥看 IP 不对？我在外地呀，我到河北了。这是施工坑位的资料，上面详细记载了对深坑进行调查后获得的情报。首先，蒋方在深坑底部检测到了凌乱的卢米诺反应，考虑到案发时下着暴雨，检方认为这可以作为被害人曾经沉尸坑内的证据。我这不是在外地吗？那对了。对，然后本来说今天玩法环嘛，然后本来之前想的是都玩怪猎，我怪猎用剑术，法环用的手柄，我想着玩怪猎就不带剑术了，少带一个设备。结果怪猎那个更新的量太少了，昨天就玩完了，没办法，然后也没有手柄，就只好玩这个游戏。除此之外，此坑的位置恰好在研究所大楼3层仓库窗户的正下方。除了后勤仓库推落之外，3楼根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推落。后勤仓库的门窗上也仅查到了被告一人指纹，也没有指纹擦除或覆盖的痕迹。综上所述，为被害者生命画下悲剧的休止符的，只可能是被告蓝表示一人。欢迎 10QOQ 进入直播间。欢迎 10QOQ， 晚上好，晚上好。反对。比如说，能证明被告从窗户推落死者都是一些间接证据吧？只有被告能犯，并不意味着被告一定就犯了案。这个案子既没有目击者，死者也没有留下任何讯息，仅凭这些间接的证据就下达判决，不是草率是什么？放心，我没睡着，听着呢。这事件不需要我来说明啥情节。欢迎 10QOQ 进入直播欢迎间。探 QQ 回来。你刚刚好像说了，这案子既没有目击者，死者也没有留下信息，对吧？真遗憾的，这个案子不但有目击者，死者也留下了最关键的信息。警方逮捕蓝淼师的真正理由，那就由姐姐来告诉你吧。又证言了。首先，被告经常被死者责骂，有着十足的杀人动机。姐姐，我在仓库找到了一个扎着针诅咒死者的布娃娃，死者留下了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就是凶手。再结合现场来考虑，只有这位邋遢的小姐有行凶的机会。这啥也没说呀，啥也没说呀，啥证据，啥信息呀，啥目击者。
保存。行凶的机会。等等，啊，这个好难啊，我根本就想不出来，主要是这个证据实在是太少了，没有什么关联的证据。尾声 official 说，坐牢。啊，是挺坐牢的，但另一方面，证据全部指向他一个人。等等，啊，完全没有任何思路，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尾声 official 说，永远爱你。永远爱你，么么么。等等，啊，等等，诅咒娃娃。等等，证据确凿。你不知道事儿还多着呢。死者用最直接方式留言告诉我们，凶手就是蓝妙石无疑。哦，OK， 继续追问。什么证据？什么证据？来，让我看看什么证据。让我看看。死者临终前在地面清晰地写下了凶手的姓名。啊？啊？等等，这不是被擦了吗？但是本来的被告蓝妙石了。即将死的人挣扎着指认凶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对吧？这是被擦了吧？保存啊，保存。保存啊。先看一下思考。就是应该是这句。死者地面上没有啊。反对。对啊，没有东西。死者写下凶手的名字，这就奇怪了。请看这张生化实验室的照片，地面上除了一滩被抹得乱七八糟的血迹外，哪里有什么被告的名字？这是对案情至关重要的场所，我们在调查时已经仔细检查了每个角落，更何况死者出现在生化实验室时至少是重伤状态，他哪里来的力气去找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问题：如果你刚刚把一个人打成重伤，发现他正在地上写你的名字，你会干什么？回答我，擦掉。正是如此。被告将死者推落杀死之后，用这台手推车把他推到了生化实验室。当时奄奄一息的死者确实没有力气寻找不易被发现的地方，只能就地留下信息。而这个信息很不幸的被凶手发现了，并在第一时间被擦得干干净净。卢米诺是一种用来检测微料残留血迹的工具。看来最基本的刑侦知识你还记得吗？卢米诺试剂不仅能让肉眼不可见的血迹现形，也能让被擦的凌乱的血迹展现原先的样貌。哦，这么牛逼呢？看这里，尸体发现出照片原来的样子。警方用卢米诺试剂在现场喷洒，并用指光灯照射后拍下来新的照片。哇！哦，有字了。看这张照片，自然就一目了然，死者果然写下了被告的名字。啊！经警察检验过，写出蓝妙两字确实是被害者的血迹，而且自己也被证实确实出自被害者之手。
啊？等等，手指写下的字迹一般来说很难鉴定的吧？你们凭什么确定那就是朱平江的笔记呢？参照物。我们很幸运的找到参照，在所长办公室里有一块记事用的白板，上面刚好有一些所长用手指沾油墨写下的文字。经过对比，该字迹和案发现场的血字却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哇，这玩什么呀？没得哎，这没得玩了，兄弟们，没得玩了，撤退吧，撤退吧，不玩了。这被封死了呀！这还有啥证据能找出那啥呀？我还要给你提个最后一个醒。哎，怎么的了？你把自己卷进这个案子，该不会只是为了赚点委托费吧？如果你连这点状况都处理不了，还想追查案子背后更深的内幕，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了？好自为之吧。对啊，如果不是沙田警提醒，我都忘了自己为什么才来到这里了。所长之死背后有何隐情？这座研究所是否和他们有关？5年前的事件是否还有更多遗留的线索？我明明抱着比简单的胜诉更高、要高得多的目标才接下这个案子，现在竟然连自己的委托人都保护不了，这未免太狼狈。再这样消沉下去，别说是龙叔，恐怕连红叶都会看不下去吧。啊！判决，反对，苦苦支撑啊！直接喊咱的证人吗？你刚才说被告自己尚未坦白罪行是吗？既然您认为证据足够充分了，不如让我们就让他站出来坦白罪行。如此一来，还省去了判决下到之后的询问了。您意下如何？啊，让咱们被告作证吗？反对。没有询问被告的必要，他不可能做出自己不利的证词。话可不能这样说，你都没听，又知道他会说什么。期待被告证词能带来转机，无异于想用黑键弹奏出 C 大调，不过是浪费时间。难道说蓝妙师掌握着某个他不愿意被触及的情报？审判长，辩护方坚持认为被告有在庭上发言的权利，至于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应该由您判断，而不是我们两个。啊！大家好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啦！我求你了，给我稍微认真一点吧。哦，这个嘛，是我家晒衣服用的夹子。有什么奇怪的？我懒得找发卡，就随手拿过来夹个头发啦。啊，要自我介绍了吗？我叫蓝妙师，性别女。说到职业嘛，应该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今天芳龄27，性格随和，待人友善，至今未婚，最喜欢的是鱼香肉丝。星座是水瓶座，血型是 O 型，三围如你们所见，从上到下分别是。没人问你这些。那一瞬间，检察官哥哥变得好可怕。哦，我才发现他这个耳机线是接在这衣服上的，是吗？他这耳机线是从衣服走的。要发出杂音，老老实实对当天的行动作证。作证就作证，干嘛凶巴巴的？我没有想过杀了所长，扎个小人只想诅咒他得感冒吗？那天下午走出了仓库，办了点事儿。等我回来时，就看到一动不动的所长躺在仓库门口，吓死人了。我以为他已经死了，觉得会给自己惹麻烦，就把他推到了别处。后来所长他突然诈尸了，还写了我的名字，妈呀！诈尸！是啊，当时真吓死我了。
就说这仓库呗，干事儿呗，把他那个出去停电干的那个活儿给说出来，咱得讨论对吧？停电停闸，你去拉闸，得把这个事儿给拉出来。等等，等等，虽然和我印象中的诈尸有点不太一样。一个重伤垂死的人突然复活，还有力气在地上写字。你认为死者为什么会写你的名字？等等，多喝茶少说话。等等，你不是去拉闸了吗？你不是去关闸了吗？你这说啥呢？这是关于你刚刚证词说的在，具体的时间啊，不记得了。我回到仓库门口的时候，雨已经下了半个多小时了，这个很重要。什么时候下的雨？那就是6点半的时候吗？16点半。问一下，你在发现所长时他的伤势如何？那个血流的呀，他血还在流吗？我倒没有看这么仔细，应该还在流吧？那就不太对了。那地上会有血，不会被那个清扫机器人给洗了吧？就是研究所有的工作服啊，那个白大褂。要对所长一事提出异议吗？啊，可以提吧。反对。试一下。除了被染红的地方都白白净净的，对吗？重点不在这里。今天中午和所长衣服状态有矛盾。这个嘛，就是他。我靠，这是两连击。我想想，就是2连选择，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提异议吧？所长的衣服。我去看一下我的那个什么攻略。把他拉出来。看看他提出反对了吗？应该是反对吧？反对。反对。然后他选哪个？
就是他！啊，现场照片？不是吧？就是他！手推车，这不扯呢吗？就是他！哦，暴雨 ，OK， 来，提出反对。有证据的是天气预告，和被害者衣服产生矛盾的就是这份天气报告。案发当日天气报告清楚地写着，当日下午16点到17点23，研究所所在地区曾发生雷阵雨，而且降水量非常惊人。死者推定时间为下午4点到6点之间，也就是说，死者遇害之时，案发地点正下着大暴雨。根据检方的观点，被害者因推入研究所大楼旁边的深坑致死。如果真相如此，死者身上衣服怎么可能会这么干净？正是如此，检方对于死者死亡方式的主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是在打击死亡方式。我的委托人蓝妙师发现死者时，尸体身上的衣物状况与照片中的一致，这都与检方关于死者坠入深坑的说法不相矛盾。辩方认为那个深坑绝不会是真正的案发现场，这样一来，蓝妙师可能唯一可能犯的这一主张是不攻自破。辩护方的主张，检方先前就已经反驳过。你的反驳已经出现了决定性矛盾，难道你要对他视而不见吗？没错，因为他根本没有值得认真讨论的必要。既然如此，我就稍微讲解一下你那不堪一击的矛盾吧。哦不，他又要开始了。首先，辩方认为案发时现场正在下着大雨，不会。根据天气预报，暴雨开始时是当日的16点整，即下午4点，而解剖记录中推测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6点，那不是时间看似重合了，却重合的非常微妙。从这两份报告上看，两件事有可能是在下午4点钟同时发生的，而从天气报告上可以得知，下午4点时外面才刚开始下雨。只要犯人趁着雨势变大之前将被害者转移至研究所内，尸体就没有机会充分接触到雨水。轻微程度的淋湿用不了一场音乐会的功夫就能晾干，而这样很难看出痕迹。另外，关于辩方对被害者身上没有污渍的质疑驳回。就如刚才所言，下午4点的雨刚开始下的时候，深基坑内尚无积水，被害者落在此时坠入坑内，身上只会沾上干燥的泥土，这样的痕迹清除起来并不困难，不足以证明任何事。驳回。为什么？辩护方的观点是在完全相信被告证词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被告有可能刻意规避现场情况中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检方不赞成无条件把被告的证词当成事实看待。被告证言说，辩护者的衣着与平时无异，正是现场照片的样子。倘若被告撒了谎，实际上案发时被害人身上还穿着另一件外套。4号，被告为了掩盖真相将其处理掉，这种情况你有考虑过吗？被告作为犯罪嫌疑人，为了自己利益而说谎是人之常情。法庭将他的证词作为参考意见，却不能每一字都轻易相信。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辩方指出的所谓疑点嫌拉低了参与整场审判人员的智商。驳回，你拉低了。说话的时候还特意摘了一下耳机。这分明都是建立在假设上的诡辩，可我却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去反驳。非常遗憾啊，辩方所做的努力似乎不能扭转局势。不是的，哎呦嘿，那个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可以吗？解剖记录上说，所长爷爷的头部曾遭受重击，那他的头上有泥土吗？
没有，只要死者是在雨势增大前坠落，即使头部沾上干燥的泥土，也可以轻易弹落，这改变不了什么。话是不对的呢，红叶在研究所门口已经观察过了，那里的地面是粘质土，这样的土壤含沙量少，保水性很好，而且挖得越深，潮湿程度就越大。是这样吗？刚才陆检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坑可有6米深呢。村里在种茶苗时只会挖半米多深的坑，那里的土已经非常潮了。那个坑的表面一直覆盖着防水布，土壤的湿度可以一直得到保持的。如果所长爷爷落在这么深的坑里，就算他穿了别的衣服，身上保持干净，但他的头发里却一定会沾上很难去除的湿润粘土。检察官哥哥，为什么警察叔叔们在他身体上没有检测到呢？这个问题无法驳回。哟嘿，红叶，这些知识你都从哪里学来的？在茶田里干活大家都知道呢，怎么样？红叶这次帮上忙了吗？当然，这是雪中送炭，爱死你了，红叶。这位助理分析的很有道理，本庭恐怕不能忽视这个细节。法警现在马上派人联络现场，取一份深坑内的土壤样本来。再等待期间，我们先休庭5分钟。OK。律师妹子，你这是怎么了？是有什么不舒服吗？我简直快被你搞疯了！要不是有红叶救场，咱现在就完蛋了。你到底是有多想被判罪？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多不正常的行为？你究竟还做了什么更厉害的事儿？我知道的都说了吧，大概。听到你这语气我就来气。如果我知道被害人用尽最后一记用血写你的名字，我死都不会接这个委托的。那咱现在不是活过来了吗？谢谢，我们可以起死回生，有一大半功劳都是红叶你的功劳。你刚说土壤的事真的没有问题吗？我也相信你们的判断，不过光凭这一点咱只能争取到一点时间。就算驳倒陆检的假设，如果不能提出新的主张，恐怕还是很难获胜。蓝小姐，你们研究所除了那个深坑外，真的没有其他地方能创造15米的落差了吗？这个啊，其实那个大坑我都第一次听说，平时那个地方都盖着一块塑料布，谁会没事闲着掀开看啊？也还不是闲的没事移动的尸体。但我可以保证，我在案发当天那天打开窗户，真的只是为了透个气。所长要是从窗户里摔下去，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呀？那个死鱼眼检察官真是个不靠谱的家伙。总之，我们现在并不能找出所长身亡的其他可能性，人类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对方手里，真是可恶。休庭时间结束了，我也该下播了，咱们明天见。明天咱们播法华，明天我回北京了，可以播法华了。现在继续啊，咱下播。尾声 official 说，明天见。好吧，你还没睡觉？拜拜，下播。official 说，贴贴。拜拜，明天见。